狮子与老虎究竟谁才是食肉动物界的霸主？你见过可以单独猎杀鲸鱼的陆地动物吗？顾名思义，食肉动物多数都是专靠猎杀其他动物为生的野兽。这类动物的共同点往往都具备尖锐有力的牙齿以及凶猛残忍的性情，它们对我们人类来说是相当危险且致命的。这些野兽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在各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陆地上现存最强悍的10种食肉野兽，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顶级掠食者。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北美灰狼。你知道吗？这种狼在动物界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天敌。你可能很难相信，狼作为一个犬科动物，无论从体型或者凶猛程度，它们都要低于一些大型的猫科动物。为什么会没有天敌呢？其实主要原因就得益于狼群的严格制度。生活在北美地区的灰狼几乎是所有狼亚种中体型最大的，同样也是最凶猛的。在这里，它们巅峰时期的狼群数量最高可以高达一群35只一起活动，它们几乎是北美洲最强大的掠食性动物群之一。要知道，一只成年的北美灰狼体长全长最长可达2米，体重最重甚至可以接近200斤。除了这些，它们还拥有高达360多斤的咬合力。整体来看，一只独狼的战斗力似乎并不太突出，但有一点千万不要忽略了，狼是一种非常聪明且狡猾的动物，性情凶猛好斗，并且它们属于群居动物，无论是捕猎还是守卫领地，它们都是群体出动。再加上狼群拥有非常严厉的等级制度，在面对敌人或者大型猎物的时候，它们并不会一头撞上去胡乱撕咬，而是会选择配合狼群，利用包抄或者轮流作战的方式对猎物进行捕杀。也正是因为狼群的这种独特的作战方式，使得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对狼群都有了畏惧的心理。在北美地区，灰狼其实与狮子、老虎一样，属于当地最顶级的掠食者。第9个，美洲狮。美洲狮是美洲大陆第2大猫科动物，它们的体长全长可达2.4米，最大体重也接近200斤。这个家伙虽然叫美洲狮，但它与狮子的关系并不大。美洲狮属于猫亚科，而狮子属于豹亚科。虽然两者同属于猫科动物，但是由于亚科不同，种类也就不同。美洲狮与老虎一样，是一种善于伏击的捕食者。它们的体型不大，但是武功高强。美洲狮可以猎杀很多比它自己体型大的猎物，并且大多数食物来源都是有蹄类动物，像一些麋鹿、大角羊甚至驼鹿，美洲狮都可以独自将其猎杀。它们属于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几乎超过1半以上的食物都是其他动物的肉，是一个典型的嗜血猛兽。对了，之所以说这个家伙的武功高强，主要就是它们出色的跳跃能力。美洲狮是一种速度非常快的掠食者，它们有着长长的身体和强劲有力的腿。这个家伙向上一跃，最高可达5米以上，水平向前跳跃，一次就可以跳到12米开外。也就是说，距离它们20米以内的猎物，美洲狮只需奋力跳跃2次就可以达到猎物面前，并且它们还可以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奔跑，身体素质那家伙是相当强悍。第8个，斑鬣狗。斑鬣狗想必各位领导都有所了解，它们是非洲大陆最凶残的食肉动物之一。在整个非洲大陆，即便是草原之王狮子，有时候也会惧怕这种斑鬣狗。斑鬣狗的可怕之处，主要就在于它们残忍的攻击手段以及庞大的猎狗群。在非洲大陆，这个家伙最多的时候可以高达80多只在一起活动，并且这个家伙的咬合力和消化能力也非常可怕。它们的咬合力高达900斤，这足以使它们可以轻易地咬碎一些大型动物的骨骼。再加上它们天生就是一种比较凶猛的捕食者，在非洲大陆，猎狗群即便是遇到狮群，也有能力与其抗衡。虽然它们的个体实力与狮子相差甚远，但再厉害的狮子也架不住猎狗群四面八方的围攻。其实狮子的战斗力是远在猎狗之上的，只不过猎狗这种野兽的攻击手段特别卑鄙，在攻击猎物的时候，猎狗经常会选择猎物的肚子以及肛门的部位进行攻击，因为大多数动物的肚子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薄弱的。然而猎狗就是看准了大多数动物的弱点，在非洲大陆无恶不作。遇到猎狗攻击的动物通常都会很惨，因为被猎狗捕获的猎物一般连渣都不剩，它们会连皮带骨头的将整个猎物吃掉，非常残忍。第7个，花豹。花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钱豹。其实花豹不单指一个物种，确切点说，花豹的下面一共有9个亚种，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是波斯豹。这种豹子的体长超过了2.4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它是众多豹亚种中体型最大的。波斯豹分布于伊朗的西北部，包括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而绝大多数的花豹则遍布整个非洲大陆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个家伙的感官发达，动作敏捷，并且性情非常凶猛。它们的犬齿大而锋利，这种特征可以让它们更快捷地捕获和撕扯猎物。然而这并不是最突出的，花豹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它们敏捷的速度以及惊人的体力。
它的力量大得惊人。人们曾经观察到，花豹可以将一只比自身体重重1半的猎物抓到树上去，这就代表它们完全可以将一个成年的人类壮汉用嘴巴叼起来，然后再爬到树上去。单从这点看，就足以彰显出花豹的实力究竟有多强悍。对了，还有就是花豹除了自身战斗力强，它们还是一种善于伪装的野兽。在野外，花豹如果趴在树丛中不仔细观察，是很难轻易的发现它们的。再加上它们的跳跃能力也很强，一跃可达6米高，水平向前可达12米远。综合来看，花豹的实力那家伙是相当强悍的。第6个，美洲黑熊，它是世界上现存数量最多的熊。这个家伙分布广泛，数量庞大，它们几乎是其他所有熊物种总和的2倍。美洲黑熊大部分都分布在北美洲，它们是陆地上现存的体型第5大食肉动物。黑土之所以将其列为第6，是因为这个家伙并不属于超级肉食性动物。美洲黑熊的体长可达2.2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它们最具攻击性的武器就是它们的熊掌和牙齿。它们虽然不是纯肉食性动物，但它的咬合力却高达800斤。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用嘴巴撕扯掉其他动物的皮毛。再有就是它们的熊掌，这家伙在发起攻击的时候，甚至都用不到它那强大的咬合力，但是它们前掌的力量就足以一掌拍死一只成年的美洲赤鹿。毫无疑问，它们绝对有能力一掌拍死一个成年壮汉。不过黑熊一般情况下并不喜欢袭击人类，因为人类不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美洲黑熊主要是以一些树木的果实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为主，属于杂食性动物。当然，有时候它们也会选择猎食一些小型的兽类。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貌似很温和，但其实它们在猎杀其他动物的时候也是相当残忍的。美洲黑熊在吃肉的时候会将猎物活活撕开，然后再开始进食，那家伙相当残忍。第5个，美洲豹。美洲豹绝对算得上是猫科动物中高手中的高手了。这个家伙拥有猫科动物里最强大的咬合力，它们一口下去的咬力高达1100多斤，这足以一口咬碎一些动物的头骨。不仅如此，它们还可以一头扎进水里，将鳄鱼抓上地面，有时候甚至也会去捕食体型庞大的亚马逊森蚺。能有此等胆识与实力的，在猫科动物界几乎也就只有美洲豹了。你知道吗？美洲豹除了体型在狮子老虎面前不占优势，其他方面其实一点都不亚于狮子与老虎。美洲豹是一种进化非常成功的动物，它的体长可达1.8米，体重高达300斤。这个家伙浑身充满肌肉，四肢粗壮有力。虽然外表的花纹看上去像豹子，但实际上它们的体型以及习性更接近于老虎，因此它们也被称为美洲虎。美洲豹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树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在这里，成年的美洲豹是顶级捕食者，这意味着它们处于当地食物链的最顶端。在野外，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其他动物会威胁到它们。反之，美洲豹则可以猎杀它栖息地内绝大多数的动物，相当凶猛。好，第4个，非洲狮。非洲狮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猫科动物，成年的非洲狮平均体重都在400到500斤，体长全长可达3米以上。在非洲大陆，狮子属于顶级掠食者，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可以威胁到它们。唯一能让狮子紧张起来的只有斑鬣狗，不过斑鬣狗通常只会攻击年老或者落单的狮子，一般情况下很少会与狮群正面对抗。狮子属于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它们能够在处处充满危险的非洲大陆生存下去，那绝对是有一定的实力的。近些年一提起狮子，很多人会拿老虎与狮子做对比，大多数人会认为老虎要比狮子更厉害。其实这个答案并不是绝对的，狮子在身体对比上确实比不过老虎，无论是从体型还是敏捷度。从数据上来看，老虎确实比狮子更强，但有一点千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狮子是群居动物，而老虎是独居的。在非洲大陆，狮子能杀死的大型猎物，老虎就不一定行了。反之，两者如果真的在野外碰到，你觉得谁更占上风呢？不过今天我们主要以个体战斗力排名，从个体来看，老虎确实要比狮子更占优势。好，第3个，老虎。很多人都清楚，老虎是野生动物界非常强悍且凶猛的一种大型食肉野兽。但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对老虎的印象都变成了一种呆萌可爱的，甚至还有想上去摸它的冲动。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在面对老虎漂亮的外表时，我们更应该了解它的可怕之处。要知道，老虎至今为止，它们仍是一种会吃人的野兽。真正的野生老虎与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老虎其实大不相同，它们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你知道吗？据估计，在1800年至2009年间，全世界单是死于老虎嘴下的人就高达37万，平均每年约有1700多人被老虎杀死，其中大部分的老虎吃人事件都发生在印度和东南亚。
说这些数据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凸显出它的可怕之处。你知道吗？老虎的杀伤力非常可怕，它们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达1吨以上。力量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就是老虎手掌上的那些利爪。它们在利用手掌发起攻击的时候，爪子是向外伸出的，这些爪子的威力足以使我们开肠破肚。再有就是它们的嘴巴，老虎的最大咬力可达900斤，它们一口下去可以撕裂大多数动物的皮肉，并且这个大家伙善游泳，能爬树，奔跑速度也特别快。人类如果在荒山野岭遇到这个大家伙，是非常绝望的。第二个，棕熊。这个家伙在野外除了人类，基本上没有天敌，也很少有其他动物可以威胁到它们。棕熊的种类繁多，其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是科迪亚克棕熊。这种熊是棕熊中体型最大的，它们的体长可达2.8米，站立时的身高可达3米以上，体重通常也都超过了1000斤。人类已知最大个体的体重高达1600斤，体型那家伙相当大。棕熊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就是它们的熊掌。科迪亚克棕熊的前爪爪尖最长能长到15厘米长，它们的前臂十分有力，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达1吨以上。也就是说，它们如果一掌能拍到老虎的要害部位，很有可能直接将老虎拍死。除了拥有强大的掌力，它们的咬合力也高达800多斤，仅次于老虎。在野外几乎没有什么动物能与它们抗衡。第一个，北极熊。毫无疑问，北极熊是现存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的肩高可达1.6米，体长可达2.5米，体重高达1600斤以上。北极熊与普通的棕熊可大不相同，棕熊是杂食性，而北极熊是肉食性最强的猛兽，它们98%的食物都是肉类。在北极地区，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海豹，有时候也会去猎杀海象和白鲸这种大型动物。在北极地区，它们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是名副其实的北极霸主。还有就是北极熊要比普通的棕熊要凶猛得多，千万不要拿狮子老虎与北极熊做对比。老虎有可能会战胜棕熊，但它绝对不可能战胜北极熊。北极熊除了体型庞大，它们的战斗力更是超出多数人的认知。对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北极熊要比狮子老虎更可怕，因为它们不惧怕人类，并且攻击性极强。一旦让它们发现我们的身影，它们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发起攻击，非常凶猛。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尼罗河究竟有多可怕？亚马逊河里的蟒蛇到底有多恐怖？你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在哪里吗？你见过每年夺去数十万人生命的河流吗？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很多，然而在众多的河流中，有一些河流却非常凶险，是绝大多数人的噩梦。为什么这些河流会如此致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3条河，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可怕的河流。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3个，尼罗河。一提起尼罗河，相信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尼罗鳄。没错，这里就是上万只尼罗鳄的家园。尼罗河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北部，河水自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它的总长度达665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整个尼罗河流域覆盖了非洲大陆整整11个国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依赖于尼罗河所提供的食物和资源。这里对当地人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由于这里气候干燥炎热，环境恶劣，当地人必须要依靠尼罗河生存，同样当地的动物也必须依靠尼罗河去生存。这也是尼罗河最可怕的一点，因为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动物对人类来说往往都是非常致命的。在这里，除了鳄鱼与河马，其实还有很多对人类非常致命的动物。这些动物每年都会造成大量人类死亡。尼罗河除了拥有非洲最大的鳄鱼，这里更恐怖的还有毒蛇，其中就有全世界最致命的蛇——黑曼巴蛇。黑曼巴蛇是非洲最长最可怕的毒蛇，同样它也是世界上爬行速度最快的蛇。这种蛇爬行时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公里，它是仅次于眼镜王蛇的第2长毒蛇。这个家伙的平均体长都在2.4米，最长可达4米长。它是最让非洲人恐惧的蛇，一旦被这个家伙咬伤，最快仅需要30分钟就有可能致命。除了黑曼巴，还有埃及的眼镜蛇、水蛇以及非洲岩蟒，这种大型蟒蛇也会出现在尼罗河流域。这些可怕的动物就分布在尼罗河的岸边以及水中。除了毒蛇，在尼罗河的河水下还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食人鱼，这种鱼叫非洲虎鱼，是一种非常贪吃的肉食性鱼类。之所以说它贪吃，是因为这个家伙几乎敢于攻击绝大多数的动物，它们不挑食，这种鱼会吃掉任何它们在水中能够找到的东西，即便是鳄鱼、非洲虎鱼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它们非常凶残。这种鱼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它们的体型，它们要比普通的食人鱼要大得多。成年非洲虎鱼的体长一般都在1米以上，它们的嘴里长有32颗尖利的牙齿，杀伤速度十分惊人。
并且这个大家伙还喜欢成群捕猎，非常凶猛。抛开毒蛇与非洲虎鱼，其实尼罗河里最危险的动物还是鳄鱼与河马。如果单从外表来看，很多人会觉得鳄鱼要比河马更危险，但实际上河马要比鳄鱼更致命。你知道吗？河马虽然看起来比较笨重，但实际上它们非常灵敏。这个大家伙虽然拖着上吨重的身体，但它在陆地上依然可以以每小时40多公里的速度奔跑，在水里它们的速度也可以达到每小时8公里。无论是在水中或者陆地，河马都可以轻易地追上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虽然是以草为主食，但永远不要忘记，它们并不是草食性动物，它们与棕熊一样属于杂食性动物，也会吃肉，而且它们的性情也相当暴躁。在尼罗河流域曾经发生过多次河马袭击人类的事件，据估计，在非洲每年至少有500人死于河马的袭击。遭受到河马袭击的人类通常都会特别的惨，因为河马一口就可以将一个人类咬成2半，非常可怕。比河马还要致命的尼罗河生物，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不是毒蛇，不是鳄鱼，也不是河马，而是蚊子。要知道，尼罗河是蚊子孵化幼虫的最佳地点，在尼罗河的周围有很多浅滩，这些浅滩就是大量蚊子与蚊子幼虫的聚集地。它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蚊子身上所携带的西尼罗河病毒。西尼罗河病毒是在1937年发现的，当时在乌干达尼罗河以西的一名妇女受到感染，之后便开始逐渐蔓延至世界各地。后经过人们深入研究，最终发现这种病毒是由尼罗河的蚊子以及鸟类传播的。由于蚊子数量庞大，并且与人类接触较多，导致当地的很多人都会感染由蚊子叮咬所携带的病毒。这种病统称为疟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非洲大陆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高达几十万人，这多数都是由蚊子所引起的。除了以上那些致命的动物，活动在尼罗河流域的还有尼罗巨蜥、非洲刀鱼、各种毒蛇以及危险的鱼类。如果一个毫无野外求生经验的人身处尼罗河，一旦遇到这些可怕的动物，可能连1天都活不过。尼罗河固然凶险，但还有一个比尼罗河更恐怖的河流，那就是亚马逊河。你知道亚马逊河有多危险吗？你知道生活在这条河中的蟒蛇有多恐怖吗？亚马逊河位于南美洲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的长度达到了6400公里，是仅次于尼罗河的第2长河。如果按体积计算，这里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里到处充满了危险，生活在河里的恐怖生物数不胜数。在这里，即便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亚马逊河附近的土著人，也不敢轻易地下到河中游泳，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河中的生物夺去性命。在这条河中，最让人恐惧的就是食人鱼。在多达30多种不同的食人鱼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腹食人鱼，也叫红腹水虎鱼。这种鱼通常都活动在亚马逊河中水流平缓的地段，它们产量极大，成群活动，一群有时候能高达上百条在一起活动。它们游动在浑浊的河水下，以各种鱼类和落水动物为食。这种鱼的嘴里上下2排都长满了匕首状锋利的牙齿，它们一口下去很有可能直接咬断我们的手指，非常凶猛。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入水中，只要被一只食人鱼咬伤，伤口处向外渗出血液，血腥味就会吸引来大批的食人鱼前来啃食。短时间内，食人鱼群就能够将一个落水的动物啃到只剩下白骨，非常可怕。比食人鱼更可怕的就是电鳗。生活在亚马逊河里的电鳗比食人鱼更加恐怖。这个家伙是该流域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类，它一次向外输出的电压可达300到800伏，这足以将人类直接电晕。电鳗的危险程度要远高于食人鱼，因为遭到食人鱼的撕咬，短时间内我们还有时间去挣扎逃命，但一旦遭到电鳗的电击，基本上是毫无生还的可能。要知道，一旦被电击晕倒在亚马逊河中，河里会有很多足以让我们致命的生物在等待着我们，比如黑凯门鳄、牛鲨以及体型庞大的亚马逊森蚺。要知道，亚马逊森蚺是当今世界上人类已知最大的蟒蛇，它们的体型非常庞大，体长可达10米以上，身体粗如一个成年人的躯干，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成年人吞下去，有时候它们甚至能够将黑凯门鳄整个吞下，非常可怕。更致命的是，森蚺嘴里的牙齿向后弯曲，一旦被它们缠住，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能力挣脱的。除了森蚺这种大型蟒蛇，水中还有各种携带剧毒的蛇。这还没完，比蛇更让人恐惧的还有一种小型生物——牙签鱼。之所以说它比蛇更恐怖，是因为再大或者毒性再强的蛇，我们用肉眼都可以看到，但这种牙签鱼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以至于它们即便已经寄生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也不知道。牙签鱼属于一种鲶鱼类的淡水鱼，它们可能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脊椎动物，即便是成年的牙签鱼，体长也不会超过10厘米。
并且这个家伙全身透明，体型细长，而且还活动在浑浊的河水下，因此我们很难在水中发现它们。这种小鱼虽然体型不大，但它们却是当地人最恐惧的鱼类。牙签鱼的游泳速度很快，它们的鱼鳃带有倒钩状的倒刺，能够在短时间内钻入到其他动物的体内，并且利用自己头部的倒钩将身体牢牢地固定在寄主的体内，然后再慢慢地吸食血液。对了，你知道吗？在亚马逊的河中小便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河内小便在当地是大忌，主要原因就是牙签鱼。牙签鱼在当地有着巴西吸血鬼之称。如果有人在河中小便，牙签鱼便会顺着尿液的气味迅速钻入人体，然后便开始吸血，甚至啃食人体组织，给人造成剧烈的疼痛。一旦被它们钻入体内，除非动手术，否则它们不会自己钻出体内，非常可怕。当地人对牙签鱼的恐惧要远胜于食人鱼，由此可见这种小鱼的危险程度有多强。除了以上那些，亚马逊河中其实还有很多能够杀死我们的动物，比如长达5米的巨骨蛇鱼、凶残的牛鲨以及凶猛的水獭等等等等。总之，这种地方的可怕程度要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但即便是这样，尼罗河与亚马逊河也并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河流，比这里更可怕的就是沃夫河。这条河远看上去风景如画，但其实是一个天然的诱杀装置，已经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沃夫河位于英国的约克郡山谷的国家公园内，这条河的全长也仅为97公里，中间河道最窄的地方也仅仅为1米多宽，一个成年人完全可以直接跨过去。在这条河最窄的地方，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风景秀丽的小溪。如果第一次看见，没人会把这里当作是一条主河道，更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凶险水域。再加上这里也并不像尼罗河与亚马逊河那样生存了许多致命的危险生物，在沃夫河里没有可怕的鳄鱼，也没有致命的毒蛇，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绝大多数对人类都没有威胁。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呢？答案就是河水下的暗流。你知道吗？在这条看似平静的小溪下，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并且又有极其湍急的暗流。我们可以看到小溪里的水颜色发黑，看上去就不大对劲。这是因为在水面以下并不是河床，而是非常深的暗流，地下有强大的漏斗式水流和淹没的地下洞穴以及裂缝。也就是说，一旦十足落水，就会被这条看上去平静的小溪狠狠地吸进水里，要么淹死，要么被强大的暗流吸进地下的洞穴，头部撞击岩石撞死。总之非常危险。这里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即便是一位游泳健将，几乎也不大可能从这里安全游出。强大的吸力加上变窄的河道，即便游泳技术再好，到这里也无济于事。在当地，有人称掉进这个地方的死亡率高达100%，因为在之前有很多人葬身至此。由于没有确切的记录，以至于这条河究竟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还尚不清楚。导致这里这么危险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它的外表。漂亮的外表会给人一种假象，在以前被这里夺取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在河边散步。由于岸边的岩石长满了比较滑的青苔，一旦失足滑倒落到水中，几乎毫无生还的可能。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在陆陆续续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即便很久之前，人们就在这道河道的附近贴满了警示牌，但依然有人不惧危险前去挑战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终导致死亡的事件仍陆续发生。很多人会觉得这么窄的河道一步就可以横跨过去，但这里的危险就在于，一旦如果没有成功跨越，或者失足滑倒跌到水中，生还的几率非常渺茫。黑土之所以将它列为第一，是因为这条看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给人的恐惧感要比尼罗河与亚马逊河更强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也都将这里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域。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世界上真的有看不到的生物存在吗？你见过世界上会隐形的动物吗？你敢相信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除了那些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大型动物，其实还有一些伪装手段非常高超的生物存在。这些动物拥有独特的身体构造，在自然界，它们几乎可以完美的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如果不去仔细观察，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罕见的10种隐形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伪装高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柳叶鳗。一眼看上去，这个家伙就像是穿了隐身衣，它们的身体几乎是完全透明的状态。如果不仔细看，我们甚至都很难发现它们的内脏以及骨架。再加上它们通常都生活在海下100多米深，在这个深度内光线暗淡，如果没有照明设备，即便这种柳叶鳗就从我们的眼前游过，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在这种环境下，柳叶鳗几乎就是一个隐形的状态。这种柳叶鳗实际上就是一种远洋鳗鱼，也就是鳗鱼的一种。这种透明状的鳗鱼其实只是柳叶鳗的幼虫，也就是还未成熟的柳叶鳗。它们的身体内含有透明的果冻状物质，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肌肉和可见的肌瘤。
它们的内脏以及身体器官很小，大多都集中在身体中间的那一根细小的肠道管上，再加上这个家伙的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红细胞，这才会使得它们看上去就犹如隐形的状态一样。不过这种李维曼也并不会终生是透明的，随着它们长大成熟，它们的这种透明状身体就会逐渐的转变为不透明的状态。好，第9个，竹节虫。竹节虫可谓是丛林当中伪装技术最强的昆虫之一了。这个家伙的外表看上去简直就与普通的树枝无异。如果我们从未了解过这个家伙，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亲眼发现它们。竹节虫这种以假乱真的本领，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拟态。这个家伙的身体颜色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变化，它们可以根据光线、湿度、温度的差异改变体色，让自己可以完美的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起到迷惑其他捕食者的作用，来防止自己被吃掉。别看它们只是一种昆虫，这家伙的智商可一点都不低。它们在面对捕食者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迅速的从伪装的树枝上坠落在地面，然后将自己的肢臂收拢起来，躺在地上，伪装成散落的树枝，一动不动。一旦找准机会，就会偷偷溜之大吉。在全世界，竹节虫的种类多达2000多种，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大约有20多种。这种虫子主要都分布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竹林里，在我们国家的湖北、云南以及贵州等地均有分布。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长的竹节虫是一种名为尖刺足刺竹节虫的，它们的最大体长可达60多厘米，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的竹节虫种类。对了，还有就是这种虫子可以孤雌生殖，简单点说，也就是无性繁殖。雌性竹节虫可以自行产卵，单独进行繁殖，也就是说这个家伙不需要找对象，它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后代。好，第8个，兰花螳螂。如果从没见过这个家伙，一眼看上去，相信很多人都会将它误认为是一朵花，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螳螂，属于花螳科。之所以叫兰花螳螂，是因为这种螳螂的颜色与兰花非常接近，并且它们还经常趴在兰花上伪装自己，主要就是靠捕食其他昆虫为生。有时候如果等不到猎物，它们甚至会去选择自己的同类下手，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兰花螳螂也会照吃不误。还有就是它们同类相食的这种现象，从幼虫就会开始。这家伙看上去漂亮，实际上相当残忍。好，第7个，叶虫。这是一种身体酷似树叶的虫子，它与上面的竹节虫一样，同属于竹节虫科。叶虫的伪装手段足以以假乱真，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的树枝上，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这个家伙与树叶的相似度几乎高达80%以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即便是树叶上的叶脉，在叶虫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一眼看上去，它与普通的树叶无疑，非常相似。这种虫子趴在树叶上几乎很难被发现，除了长得像树叶，它们甚至还会模仿树叶上被虫子咬过的痕迹。更过分的是，这家伙在移动的时候也会伪装成树叶被风吹动的样子，晃晃悠悠的慢慢移动，看上去就像是被风吹动的树叶一样，伪装手段那是相当的高超。这种虫子白天一般不会活动，白天它们通常都趴在一些树叶上，伪装成树叶的样子一动不动，只有到了晚上它们才会活动。对了，还有就是它们不单只会模仿绿色的树叶，甚至是干枯的树叶，它们也会模仿的惟妙惟肖，相当厉害。好，第6个，叶尾壁虎。这是一种外形看起来很像枯萎的树叶的一种壁虎，特别是它的尾巴与枯树叶的相似度极高，也正是因此它才被称为叶尾壁虎。这种壁虎仅分布在马达加斯加，与以上的那些一样，它也是一种伪装高手。叶尾壁虎的躯干和四肢能够紧紧地贴在树干和树枝上，它们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压扁，以减少身体的阴影，只将自己酷似树叶的尾巴抬起，伪装成树叶，以此来防止其他捕食者。它们在进行伪装的时候，身体也可以像变色龙那样变换颜色，从而可以使自己适应更多的环境。这种壁虎属于夜行性，白天通常都趴在树枝上，到了晚上才会活动觅食。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在当地被称为恶魔叶尾壁虎。之所以在它的名字前加一个恶魔的词眼，是因为这种壁虎的头顶上有2个角，并且它们还拥有一双红色的大眼睛，乍一看上去外形有些可怕，当地人有点怕这种壁虎的外表，所以就给它附上了一个恶魔的称号。好，第5个，豆丁海马，也叫侏儒海马。乍一看上去，相信各位领导很难发现它们在哪里。其实黑土同各位领导一样，也没有发现。这个家伙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几乎做到了隐形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让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几乎是很难找到他们的。豆丁海马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海马，它的身长大约也就在1厘米左右，非常短小。人们首次发现这个小家伙是在1969年，并且发现过程还是人们为了研究一种海扇珊瑚才偶然发现它的。豆丁海马经常藏身在各种不同的珊瑚上，它们的体色有红色、灰色、黄色和白色，它们的身体颜色会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产生拟态，随之变化。
这个小家伙的身上还长有肉瘤状的凸起物，正好可以完美匹配珊瑚上的凸起物。它们攀附在珊瑚上，很难让人分辨出来，伪装得非常完美。如果不是人们为了研究珊瑚偶然发现它们，可能至今我们都不能发现这种小海马的存在。好，第4个，比目鱼。这种鱼是一种底栖鱼类，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底部。比目鱼这个家伙远看上去其实并没有很奇特，但如果各位领导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家伙很丑。之所以说它丑，是因为比目鱼的2只眼睛长在它们面部的一侧，也就是2双眼睛都长在同一侧朝上的脸上，而且身体扁平，眼睛向外突出，看上去那家伙相当别扭。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们这种眼睛长在同一侧脸上的独特构造，其实并不是刚开始就有的。幼年的比目鱼与其他鱼类一样，头部2侧各有1只眼睛，然而随着它们长大成熟，另一只眼睛就会慢慢的迁移到身体的另一侧，嘴巴也会随着眼睛的移位逐渐变得扭曲，从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成年后的比目鱼只能永久性的单侧躺在海底，看上去就像在地上趴着一样。不过这种独特的身体构造也为它们的生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目鱼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完美的隐藏在沙子底下，只露出2只眼睛去观察猎物的动向。一旦有猎物靠近，它们就会迅速从沙子中跃起，猛地向猎物发起攻击。难以想象被这种比目鱼袭击的猎物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好，第3个，尊海鞘。第一眼看上去，这种生物就像是一个透明状的玩具，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生活在北极海域的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尊海鞘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它们通常都活动在靠近南极大陆比较寒冷的海域。透明状的身体是尊海鞘天然的隐形衣，因为在水里，透明状的身体就是最完美的伪装，这可以使它们避免很多捕食者的袭击。尊海鞘的体型并不大，身长通常也就在10厘米左右。它们在水中移动的时候，并不是靠游泳，而是利用喷射推进的方法前进，也就是通过收缩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抽水的过程，从而起到向外喷射的推力。在吸水的同时，它们还可以将水中的浮游生物通过自己的身体过滤下来，然后吃掉。这种罕见的生物，即便是我们刻意的去寻找，用肉眼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好，第2个，圆黄掌轴蛾。如果你从未见过这个物种，第一眼看上去，你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小节断掉的树枝，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飞蛾。这是一种体型相对较大的蛾，它们的双翅展开可达6厘米，它们的前翅呈灰色，顶端有一大块突出的浅黄色斑块，翅膀尾部呈乳白色，所以在它们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根折断的树枝。这个家伙广泛分布在欧洲、亚洲到东西伯利亚，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也均有分布。圆黄掌轴蛾的这种特殊外观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很多天敌，在遇到危险时，它们只需一动不动地趴在树枝上，就可以实现完美的伪装。还有就是圆黄掌轴蛾也属于夜行性动物，白天通常都停留在树上一动不动，到了晚上才开始活动。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其实是一种害虫，圆黄掌轴蛾主要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它们会将自己的卵产在植物的叶子上，这些幼虫啃食树叶的能力很强，很影响树木的生长，并且由于它们自身出色的伪装能力，使得很多鸟类或者其他捕食害虫为食的动物很难发现它们。当然，这一点也恰好能够凸显出圆黄掌轴蛾的伪装能力有多出色。好，第1个，枯叶蛱蝶。这是一种蛱蝶科动物，它们几乎不需要去刻意的伪装，只需将自己的翅膀折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枯叶。它们如果落在枯叶堆里，我们几乎是不太可能轻易发现它们的，因为这个家伙与枯叶太像了，就连它们身上的小黑斑点看上去也与干枯或者溃烂的枯叶非常接近。当它的翅膀合上时，即便它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我们可能也不会发现它。不过当它们将翅膀展开的时候，还是相当漂亮的，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那掺杂着蓝色与其他颜色的翅膀会显得格外漂亮。这种枯叶蛱蝶大多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潮湿的阔叶林中。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腐烂的水果或者动物的粪便为食，是一种典型的食腐蝶类动物。它们的天敌主要就是鸟类。每当危险来临，枯叶蛱蝶就会迅速地进行不规律的飞行，然后找准时机，将自己的翅膀闭合，掉入树叶中，并形成一个固定的姿势，一动不动，将自己伪装起来，以此来躲避天敌的追杀。对了，还有就是这种蝴蝶在我们国家非常罕见，虽然它们的地理分布广泛，但由于该物种的栖息地碎片化以及各种人为的原因，导致它们的数量种群正在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这种蝴蝶除了伪装的让我们不容易发现，它们的数量也很稀少，这就代表想要亲眼遇到它们是相当困难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